男人突然发现恐怖的一幕，只见前方的岩浆正在迅速靠近，而自己的身体却动弹不得。他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使劲的扭摆身躯，要是被岩浆碰到，那就得一命呜呼。最终他在最后一刻成功站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女主克莱尔这边突然撞上一头迅猛龙，顿时把两人吓得神经绷紧。迅猛龙想过去吃掉他们，却被岩浆滴落形成一道墙堵住了去路。好在他们及时发现一道出路，克莱尔立即向上面跑去，韦伯紧身其后。原本以为捡回一条命的他开心的不得了，可下一秒梯子却意外滑落直到地面，而此时的迅猛龙已经越过岩浆来到身后。吓得韦伯拼命地往上爬，最终成功逃了出来。可迅猛龙不死心，还一味地追上来。两人见状，立即火速关上阀门，牢牢锁住。同时，火山爆发的异常凶猛，男主欧文也从上面跑了下来，后面还跟着一群恐龙大军。很快，他们跑在一起，迅猛龙惊人的速度很快便把他们给超越。众人逃跑的过程中，不但要注意滚，而且还伴随着火山爆发的灾难，要是慢一点，必定要领盒饭。不知道他们跑了多久，在路上发现一个观光球，可问题也随之而来，观光球只能坐两人。无奈的欧文把位置让给克莱尔他们。祸不单行，他们遇到了食肉恐龙。欧文绝望地看着他，下一秒他就被赶来的霸王龙咬住脖子，瞬间就领了盒饭。接着霸王龙发出处于王者的嘶吼声，发泄完后他管不了众人，自己便火速赶路逃命。看着那恐怖的火山爆发，他们也是不敢怠慢，迅速逃离这里。逃跑的过程中，观光球被一只迅猛龙盯上，可下一秒迅猛龙就被掉落的岩石给炸飞，直接领盒饭。欧文更是被黑雾吞噬，观光球也随之掉落悬崖，直冲冲砸向水底。而祸不单行，观光球被岩浆烫穿玻璃，海水正迅速涌入内部，很快也是将他们全部淹没。你以为他们要完了吗？不可能！千钧一发之际，欧文赶了过来，他用匕首割开大门，成功将他们救了出来。逃过一劫的他们纷纷累倒在地，而雇佣兵他们纷纷把所有恐龙给打包运走。这老头更是离谱，为了赚点外快，他居然掏出钳子将每只恐龙的牙齿给取下来。火山爆发的规模越来越大，他们立马加快速度来到码头，然后骑上卡车，一脚油门猛冲了过去。在雇佣兵不知情下，偷偷溜进他们的游轮。在游轮内部的他们向小岛望去，只见一只雷龙被遗落在那里，他似乎是在说：“我还在这呢，你们怎么不等我？”眼前这一幕就像6000年前恐龙灭绝时候一模一样。最终他被烟雾埋没，在痛苦中缓缓死去。还没等怪兽运回来，富豪就已经和拍卖会的高管内部联系，到时候恐龙的价钱可以买上400万。同时他们还请来科学家，想把迅猛龙给加强，名为暴虐迅猛龙，速度以及身躯的攻击性种种都进行改造。另一边，欧文不知找了多久，终于找到小兰，但是问题并未解决。小兰身中子弹，失血过多，他们需要将子弹取出来，然后输上血液。而和小兰血液相似的就只有霸王龙。为了救小兰，欧文他们也是豁出去了。他们来到车上，克莱尔拿着针头猛扎进去，一时间疼的霸王龙扭动头颅，直接把欧文粘在身体上的某个部位。不过好的是他们成功抽取到血液，而此时霸王龙突然张开了眼睛，看到人类他瞪大眼睛疯狂的反抗起来，而欧文刚刚被他撞得全身麻木，完全动弹不得。这时的克莱尔却趁机从车顶逃了出去，但他不是逃走，而是要下来打开后门。看到大门打开的欧文丝毫不敢怠慢的翻个跟头，丝滑逃了出来。克莱尔便迅速关闭大门。刚刚的惊险让两人愣住在原地许久，拿回血液的他们迅速展开手术。欧文则在一边安抚着小兰。小兰看到欧文后，眼睛不自觉的尿尿了。这个男人在他世界可能是最好的存在。经过半个小时的手术，同伴奇亚也是成功将小兰体内的子弹取掉。很快游轮靠岸了，欧文和克莱尔混进他们的车队，在半路却意外的发现警察局就在5公里处。正当他们要过去时，突然一把手枪对准欧文的脑壳，是老头，他们居然被发现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和恐龙一并被关入地牢，而他们头上正执行着恐龙拍卖会。因为恐龙是世间特别罕见的动物，没一会的时间就被拍卖1000万美元一只。第二只暴虐龙也是被他们把价格抬得贼高，仅只卖了4只恐龙，价格就已经达到12亿美元。而他们下一件拍卖品就是新升级的暴虐迅猛龙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欧文看到隔壁有一只人称名为铁头功的恐龙，他故意吹箫子吸引恐龙，撞坏他们的墙壁。看到他过来，欧文直接站在门口。下一秒，很快暴虐迅猛龙就被拿出来拍卖，而它的价格却是前面4只的10倍，因为它有独特的身躯和聪明的大脑，以及灵活的攻击性。目前在全世界仅此一条。他看到旁边陌生的人类就要把众人撕碎，看到这一幕的富豪直接起拍价2000万。可暴虐迅猛龙是一件原型，不参与拍卖，可随之而来的众人纷纷把价格拍了上去，甚至有人抬到3000万。正当他们用3000万拍下时，突然铁头龙坐着电梯来到了这里，安保人员刚回过头，他直接就朝着男人撞来，一时间直接把他撞飞，砸向数米远。好好的拍卖会就这样被他搞混了。男主欧文也从电梯上方跳了下来，
一旁的安保人员想干掉铁头龙，却被欧文从后面冲上来阻止。欧文丝滑连招，直接来个过肩摔，铁头龙则在另一边四处乱撞，一群富豪直接被他撞得嘎嘣脆，更是一头猛把男人给干飞。欺骗欧文的那个富豪让手下立即把所有东西给撤走，男人拉下开关，暴虐迅猛龙的笼子直接往后面退了回去。欧文见状立即拿着椅子冲过去，神来杀神，佛挡杀佛，敌人冲过来都被他轻松2、3下放倒，接着冲过来把男人抱起撞向墙面，解决掉男人他立即拉下开关，然后拔掉电闸，暴虐迅猛龙的笼子直接停下。看到恐龙暴乱的富豪纷纷逃离现场，拍卖会也随之消散。赶过来的老头朝着暴虐迅猛龙打了几枪麻醉剂，在药效的作用下，暴虐迅猛龙也是倒下。不怕死的老头居然来到笼子内掏出钳子，他想把暴虐迅猛龙的牙齿给剪下来，殊不知这是一头加强版。